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刚上大学的时候，辅导员让填一个家长信息表，我爸思索了会儿，让我写父母是煤矿工人，好吗？没想到这个辅导员嫌贫爱富，处处舔家境优渥的同学，甚至剥夺了我公平竞赛的机会。他几次给我穿小鞋后，我爸忍不了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爸这人吧，说好听点叫做有个性，说难听点就是脑子有时候不着调。很不幸的是，我遗传了他这个特点，所以他让我把父母职业写成煤矿工人的时候，我真这么填了。家里有煤矿，约等于煤矿工人。这个逻辑属实有点跳跃，我爸还振振有词，谁知道你们学校收集这个是想干嘛呢？才不外露，你在外面也低调点，要是被人绑架了，我最多花200万赎你，也太小气了。我忍不住提醒他，现在是法治社会了，我要是被绑架了，你应该第一时间报警，而不是跟绑匪讨价还价。嘟嘟嘟，我爸直接退出了群聊语音。煤老板就是这么好面子，连亲生女儿的话也听不进去。我妈倒是没退出聊天，略微担忧，你要是填工人，会不会被穿小鞋啊？不能吧，这都21世纪了，还有老师不明白职业不分高低贵贱的道理吗？往上数3代，谁家不是工农呀？但我没想到的是，还真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。这个人就是我的辅导员石导。家长信息表交上去后，他开了个年级大会，场面话说完后，他拿出一份名单，念了大概10来个人的名字，鄙人不才也在其中。我还挺高兴呢，以为是军训标兵之类的表彰，没想到他念完最后一个名字，话锋一转，我念到名字的这些同学下午来我办公室一趟，带着户口本和低保复印件之类的证明，申请贫困生奖学金。我环顾四周，除了我以外，那些被念到的同学都显得很不自在，有的男孩子深深低下了头，丝毫没有要拿到奖学金的喜悦，有的女孩子十分窘迫，脸颊和耳朵都通红。我是白羊座，总被批评鲁莽，但确实正义感泛滥的白羊座，当下就举起了手。石导看我一眼，这位同学有话要说。我可太有话要说了，老师，我记得去年央视就报道过，说助学金评定时应当注重保护学生隐私，您这样公开点名恐怕不太好吧？谢谢煤老板每天雷打不动的新闻联播，让我成了一个善于引经据典的进攻型选手。此刻听见我直白的批评和央视报道4个字，周围同学都小声议论了起来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那些原本低着头的贫困生头好像抬起来了。石导的脸色显然有些不好看，他推了推眼镜，看了眼名单，你是周思思是吧？我说是的。他拿起笔在名单上重重画了个圈，然后看我一眼，皮笑肉不笑，老师这么做是为你们好，辅导员的事情也很多，我们要尽可能选择那些效率最大化的操作方式，也希望你能换位思考，多体谅体谅老师。我讶异，原来效率最大化的代价就是牺牲贫困学生的尊严啊！泰勒的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。泰勒是管理学之父，研究管理和效率的那个，在座的都是一路拼搏考上本校的，军训期间就把管理学原理翻了又翻的，可不止我一个。当下有不少同学笑了起来，石导的脸色更难看了。他把名单一摔，都安静。然后他盯着我，周思思，你不想要助学金
可以直说，不要耽误其他想要的同学。这10个名额我是从学校争取过来的，对学生要求也很高，品德不过关的话，名额随时可以匀给其他学院。解题教室里顿时一片安静，大家都听明白了，石导话里话外是在威胁，真不要脸。他要是威胁我一个，我才不怕，可他拿10个名额威胁我，我不能不考虑其他同学。我咬着牙闭了嘴，见我沉默，石导很满意。下面进行会议的第2项，班委竞选，候选人依次发言，大家民主投票，得票数多的当选。军训期间，我和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，斗歌斗舞斗教官，耍宝必定有我的一份，所以当时我就报名了竞选班长，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，就想组织班级活动，名正言顺地带大家一块儿四处玩。很快，前一个班的竞选结束了，石导开始念我们班的班委候选人。念到我名字的时候，他皱起了眉。2班班长候选人周思思，然后他板着脸，一副不想看我的样子，我才懒得搭理他呢。我3两步冲到讲台上，兴高采烈地跟大家自我介绍：大家好，我是周思思，来自山西。话还没说完，就有军训期间玩得比较好的男同学接话：山西煤老板。石导坐在第1排，背对着同学们，因此他们看不见他的脸，我却能清晰看见他嘀咕：什么煤老板，就是一破煤矿工。我假装没看见，继续自我介绍：我性格比较开朗，大大咧咧，也比较有责任心。我高中就是班长，有团结同学的经验，希望大家可以投我一票，我们一起建设一个热闹的班集体。我鞠了个躬，下去了。另一个竞选的男生走上了台，望着他贼陌生的脸，我犹豫地问身边的女生：你见过他吗？女生摇摇头，军训时好像没这个人吧。另一个女生插话：他是那个紫外线过敏的男生吧？教官说过的，只有他可以全程请假，其他人都不许。台上男生已经开始侃侃而谈：大家好，我叫陈瑞，我竞选班长的优势如下：第一，我的父母都毕业于本校，毕业后都从事管理工作，我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。第二，我的家就在本市，我在暑假就考了驾照，买了车，便于开展班级活动。第三，我为人积极向上，一直向组织靠拢，有信心把班级建设成一支战斗力强的队伍。身后的女生交头接耳：好吗？全都是在吹嘘自己，没一个字是我爱听的。另一个接话：还管理？谁要他管理了？还没上任呢。官腔倒打起来了，我没忍住，笑出了声。石导倒是听得津津有味，连连点头。他看向陈瑞的表情，简直不能更慈爱，跟看我的眼神天壤之别了。陈瑞说完后，石导站起来：好，2位候选人都发言结束了，大家在纸上写一下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姓名吧。一片纸笔刷刷声中，他又很亲切地补充：第2位候选人叫陈瑞，尔东陈，瑞雪兆丰年的瑞。我等了半天，也没听到他报我的名字。没关系，反正我脸皮厚。我笑嘻嘻地高声说：第1位候选人叫周思思，周末的周，思念的思。石导瞪了我一眼，然后就是唱票。石导随机抽了2个女生上去，一个读名字，一个写正字：周思思，周思思，周思思，周思思。陈瑞、周思思都报了一大半了，陈瑞的名字底下只有可怜的3个笔画，一个正字都没写满。我的名字底下垒了5、6个正字。哎，这事儿吧，也不是说我有多牛，
主要是陈瑞这个人缺席了整个军训，相当没有群众基础啊。再加上大家都刚从噩梦高考中解放出来，谁愿意再接受管理啊？此番胜利实在不是我军狡猾，纯属敌方太无能。眼看着班长竞选就要尘埃落定，陈瑞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突然，石导打断了唱票的女生：“你们先下去吧。”两个女生不明就里的回到座位。石导走到了讲台上。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，你们班的班委竞选啊，不是靠投票的，是学院任命的。我满脸问号，凭什么啊？其他班都是竞选。石导笑了，好像就在等我这句话似的。你们班是属于卓越班，整个学院一届就一个的卓越班，其他班能跟你们比吗？这样，我回去跟书记商量一下，综合军训、高考的表现，你一个班委名单，回头发到群里哈。这什么狗屁规定？我点开微信通讯录，想找一个上一届卓越班的学姐了解情况。没等我找到，石导已经宣布会议结束。他把名单往腋下一夹，匆匆说：“行了，都散了吧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念到名字的同学记得来我办公室一趟。”我攥着手机，看向黑板上我的名字，那一连串的正字，此刻都垂头丧气，像败将。陈瑞从我身边路过，特意停下了脚步。周思思，你就安心拿你的贫困补助不好吗？跟我争什么班长呢？他说，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背景，争得过吗？说完，他也不等我的回应，直接走了。我咬了咬嘴唇，望向他和石导如出一辙的肥硕背影。这可真是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被穿小鞋的滋味。下午我其实是不想去石导办公室的，但室友从他办公室回来后跟我说，石导点名要我去找他。推开门，石导正在打电话。好家伙，从对方父亲生病住院开始关心，又关心到对方刚读幼儿园的孩子。我和园长很熟，你家孩子要是想参加元旦文艺汇演，我可以跟园长打个招呼。哈哈哈，对，是我想漏了，你家条件这么好，园长肯定早就安排了。办公室里其他人都见怪不怪，大概是石导这一套操作已经重复过太多次了。我觉得无聊，打开某平台，刷到一张梗图，8戒为了讨好美女送上人参果，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嘿，你还别说，这8戒怎么越看越像石导呢？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石导可能以为我在笑他，瞪了我一眼，挂了电话。周思思啊，我息屏，乖巧站好。老师，听人说您找我。他好像很满意我的礼貌，点点头，带我去了一个空会议室。我刚坐下，他就开口了。周思思，父母都是煤矿工人，年收入5万元，是吧？他抽出家长信息表，开始朗读。如果我真是个心思敏感的贫困生，这会儿我已经想找地缝钻进去了。这还不算，石导还很讶异地问，现在还有双职工家庭年收入只有5万的吗？别问我，我也不知道，是煤老板让我这么填的。见我沉默，他又自问自答，如果情况属实的话，那你确实该申请贫困生补助，1学期的助学金都可以抵你爸爸妈妈几个月的工资了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周思思，咱们学院只有10个名额，符合条件的有16个人，僧多粥少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慢吞吞说，那把名额让给有需要的同学吧，我确实不太需要。石导笑出了褶子，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，其实呢，这件事也不是定死的。陈瑞你知道吧，他竞选的时候谦虚，说自己爸妈是搞管理的，那可不是一般的管理，
是可以给我们学院捐钱设立奖学金的管理。我打断他捐了多少钱？石导说，捐了20万。20万？我错愕地重复一遍。别误会，实在是我没想到，在这个一线城市，竟然还有辅导员眼皮子这么浅，能用这么得意洋洋的语气说出捐了20万这种台词。我说句装逼的话，当年大地震的时候，我爸妈给灾区买物资都不止买了这个数，这是什么值得吹嘘的事情吗？石导显然是误会了，用那种怜爱的眼神看我。是啊，20万，你爸妈4、5年的工资。周思思，陈瑞跟我说了，你要是愿意退出竞选，今年的奖学金名额可以留给你一个。哦，说了半天，原来为的这个。我其实没什么官瘾，本来这个班长呢，也不是非当不可，可是自己不想当和被逼着放弃完全是两码事。你非要我退出，我还就偏不了。我故作疑惑，奖学金评定不是流程公开透明的吗？难道是石导想给谁就给谁的？石导嗤笑了一声，怪不得说出身决定眼界呢。也罢，师生一场，你爸妈教不了你的，我来教你。所有事情都是人做的，只要是人做的，那就有商量的空间。这笔钱是陈瑞家长捐的，捐赠者当然有话语权。我表现得更加惊讶。那这么说，谁有钱，谁就是老大了。石导理所当然的点头。这个社会的规则就是这样。我一时语塞，为他不忍直视的三观。这种人做辅导员，得教坏多少学生啊？见我沉默，他又变换了战术，循循善诱。周思思，你也别灰心，我要是你啊，我就退出竞选，换一个奖学金，这样既可以减轻你爸妈的负担，又能给陈瑞留下一个好印象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觉得荒谬。我要给陈瑞留下好印象的理由是，石导一脸的恨铁不成钢。周思思，你看上去挺聪明的，怎么想不明白呀？陈瑞爸妈都在本市工作，你毕业了要是找不到工作，陈瑞爸妈给你介绍一个，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吗？我不知道该说他蠢，还是他当我蠢。普通同学的交情，介绍工作。我笑了笑，老师，我说了，我不需要奖学金，也不会退出竞选。他急了，你这姑娘怎么都说不听呢？我说，还有，石导，你在年级大会上说卓越班的班委是学院指派的，但你现在又劝我退出竞选，所以你在年级大会上是撒谎了吗？石导脸色一僵，我看着他的表情，真的很想笑，估计他是说谎太多，已经忘记自己说过什么了。看见我没忍住笑，石导脸上有点挂不住。你笑什么笑？周思思，你就没有一点女孩子的样子？我好心好意为你打算，你倒好，有你这么说老师的吗？他急了，他越急，我就越镇定。老师，您别生气啊，咱们有事说事。攻击我性别算怎么一回事呀？您身为辅导员，潜心育人的方式就是让学生闭嘴吗？他瞪着我，久久没有说话。我不闪不避，笑着与他对视，慢悠悠补上：您这么生气，是因为自己真的撒谎了吧？砰！石导一拍桌子，指着门口，气急败坏：你给我出去！晚上我跟爸妈视频的时候聊起了这件事，我妈犹豫了一会儿，要不然告诉辅导员，那个家长信息表是你瞎填的，别说20万的奖学金了，再加一个0也没什么问题。我爸一瞪眼，那可不行，咱们这样和那个姓陈的有什么区别？不都是用钱砸人吗？我妈小声反驳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总不能看着思思受委屈。我连忙笑嘻嘻，哎呀，我可不委屈，
我都快把那个辅导员气死了。去找他的时候，我也全程录音的。他要是真敢一手遮天，我就敢去闹。我爸欣慰道：对吗？就是要这样。恶人像弹簧，你弱他就强，你强他就弱。遇到这种渣子别惯着，这才是我的好女儿。我故意说，可是今天那个辅导员居然说我没有女孩子的样子。我爸怒拍茶几，他算老几？让他自己照镜子去，配评价你吗？我妈拿胳膊肘捅他，他喝了口水，想见是压抑住了一串骂人的话。思思啊，我这么跟你说，只有平庸甚至是垃圾的男人才会要求女性温顺听话，优秀的男人只会鼓励身边的女性活得精彩漂亮，像男人一样去争取自己的东西。我琢磨了一会儿，谨慎进言，咱能不这么夸自己吗？我妈哈哈大笑起来，我爸放下茶杯，坦然自夸，我一直觉得我们俩对你的教育没有出错。女儿怎么了？女儿也要当儿子一样培养。你今天敢对那个狗屁辅导员，不就证明了我们教育的成功吗？我忍着笑点头，啊，对。我爸话锋一转，不过呢，你要是真遇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事儿，还是得跟我们说，不要因为我说的话就有心理负担。我继续点头，啊，是。电话结束了，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。正如我爸说的那样，我们这种名校里，老师忌惮的东西比学生忌惮的多。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只要我合理合法的刚上去，谁也拿我没办法。想到这里，我不仅不 emo 了，还决定光明正大的恶心石导一把。我专门跑去年级群里他尊敬的石导，请问2班班委名单还没下来吗？顺便 po 上那天唱票的黑板，周思思底下有35票，陈瑞底下有4票，而我们班总共就42个人，谁该当选一目了然。请注意，这个年级群是第一次年级大会后建的，各位系主任、学科带头人当时为了表示对我们这些新生的欢迎，也十分热情地扫码入群了。你石导和陈瑞不是偷偷摸摸把我喊去私聊吗？我偏要把这些事情摊开了说。过了整整7个小时后，石导终于出来了，不知道他掉了多少根头发，才想出这么个妙招。他创造性地设置了2个班长，卓越班情况特殊，由陈瑞和周思思共同担任班长。陈瑞为学院任命的常务班长，周思思为民主投票的常任班长。一个常务，一个常任，搁这儿绕口令呢。学院班委群里，别的班都只有1个班长，就我们班2班长。陈瑞这个狗东西压根不做事，通知发下来，班群、班委群里从没见他吱声，我就当他不存在。统计信息，发放物资，组织班聚活动，我一个人能全搞定。室友替我抱不平，陈瑞是什么狗屁班长啊，挂着名，一点实事儿也不做，活都是你在干。我说，这样挺好的啊，我不是在自我安慰，我是真的觉得这样很好。古人说，作战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。陈瑞以为不做事是轻松，殊不知是在败好感。群众基础这种东西啊，看上去稀松平常，到关键时刻才知道多重要。就在我以为陈瑞会一直做一个挂名班长的时候，他又出了幺蛾子。我们院有一门专业课，平时上课讲的内容极其丰富，眼看着就要期中考了，大家都央求老师画个重点。老师嘴上说着好，眼看着就要开考了，重点却一直没给我们。我跟隔壁班班长吐槽，隔壁班班长很惊讶，你们没收到吗？老师早就给了呀。我比他更惊讶，啥？那他怎么不给我们班？
快，你微信上发给我，我发给我们班同学。他一边转发一边嘀咕，不可能漏了你们啊。我记得那天整个年级4个班都有人去拷贝文件的。我敏锐地捕捉到了重点，那天是你去考的，不应该是学伟吗？他回忆了一下，说谁知道老师哪根筋搭错了，喊的是班长。哦对，那天你们班是陈瑞去拿的文档。不夸张地说，如果陈瑞此刻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很有可能冲上去给他2巴掌。我把文件转发到班群，留言这是 X 老师画的重点，大家抓紧看看。班群里一下子涌出许多条消息，我没顾上看，直接给陈瑞打了电话，等待接通的间隙，我看向隔壁班班长，我等会儿可能会跟他吵起来，你别被吓到，他多聪明的一个人啊，都不需要我解释，一下子就明白了。没事儿，我不会被吓到，这事儿是他不地道，哪有拿了重点自己藏着掖着的，太卑鄙了。电话接通了，喂，陈瑞吗？我周思思。那边的语气变得微妙。哦，你有事？我冷笑。X 老师是不是给了你考试重点？陈瑞略带防备，没给啊。是谁胡说八道？我呸！陈瑞啊陈瑞，以前我只觉得你是个不学无术的富二代，没想到你心眼还这么坏。怎么，是觉得自己独占重点就能稳拿第一了是吗？你少做梦了。他也恼了。周思思，你说话别那么难听，我就是忘了给大家，又不是故意的。谢谢这些年玩过的狼人杀，教会我抓重点。你刚才还说老师没给你，现在又说忘了。陈瑞，你自己听听，你说的话有一句可信的吗？他自知失言，沉默了片刻，咬牙。周思思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冷笑，我不想怎样，我只想骂死你这个贪婪自私的卑鄙小人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在打开班群的时候，才发现刚才发送的那个重点文档已经一旦激起千层浪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明天就开考了，今天才发，这么多页，一晚上也看不完呀。我刚才听隔壁班的说，他们班上周就发了，亏我还一直以为是老师不肯划重点呢，合着是班委扣着不发呀。性子急的已经赖学委了。学委弱弱的表示，老师没发给我呀，言下之意就是谁发的问谁去。我什么也没说，直接往群里甩了和陈瑞的通话录音。如果你问我有个煤老板做爸爸有什么好处，那我会告诉你，我听说过太多背后插刀、背信弃义的事情。爸妈没有专门教我如何防备小人，但我已经在耳濡目染中学会了这一点。通话录音一甩，群里沉默了2分钟。我相信这2分钟里，大家都在听那通录音，然后大家彻底怒了。我说过的吧，我们班的各位都是一路拼搏才考上本校的，都是好学生。对于绩点的追求简直不要太卷，平时不涉及切身利益的事情，大家就睁只眼闭只眼。现在陈瑞摆明了是想独吞重点，还百般狡辩，这就立刻犯了众怒。陈瑞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陈瑞，你可真够无耻的啊！知道公平竞争4个字怎么写吗？要不要我贴你脸上啊？这些还是文明人的用语。战斗力更上一层楼的是川渝妹子。陈瑞，我 XXX 这么爱学习是吧？老子明天是也不考了，专门坐你楼下给你棺材雕花，每年清明把考试重点烧给你，成全你 XXXX 的上进心。你个 XXX 还装不知道是吧？我刚才问过隔壁班了，就是班长去拿的重点，好吗？你到底是个 XXXX 班长塞，
平时干活没见你出来过，拿重点跑得比畜牧场的 Triple X 还快些。我本来很生气的，一听到这种话是骂人，就气消了，有点想笑，还想高喊川渝姐妹我好爱。在铺天盖地的谴责中，陈瑞真是铁骨铮铮的汉子，愣是缩住了头，一个字也没吭声。我怕大家情绪激动，忘了正事儿，连忙在群里打圆场。好了，大家抓紧去复习吧，绩点越高，越能打小人的脸。这一晚，女生寝室灯火通明，大家都开着台灯，疯狂复习重点。我收到了陈瑞发来的微信：周思思，你这么整我，这人脑回路有问题吧？我压根不想搭理他，回了4个字：有病就治，然后拉黑。息屏，一气呵成。考试结束后1周，这门课成绩就出来了。陈瑞并没有拿第一，那几个火力全开的川渝妹子拿到了满绩，一人一脚，把他死死地踩在了下面。这个风波过去后，陈瑞越发不合群，所有班级活动只要没有老师在场，他统统都不参加。偶尔在路上遇到他，看我的眼神阴鸷又仇恨。我保持着一贯无视的作风，毕竟我眼下忙着比赛，没工夫搭理他的内心戏。我高中学的是理科，大学才读的经管，一看到有机器人比赛，我就感觉回到了老本行，立刻报名了。一起的还有我室友，以及隔壁机械学院和信息学院的2个同学。当队长需要处理很多麻烦事，填表、填系统，他们仨都属于技术流，对这些琐事一个头2个大，拒绝了我抓阄的提议，强行让我当了队长，和他们一起在实验室里搭电路、写程序，完全可以忽略那点微不足道的烦心事。有次我们深夜从实验室里出来，过十字路口的时候遇见了陈瑞。陈瑞照常瞪了我一眼，用那种吃人的眼神，我自己倒没觉得怎么样。机械学院的那哥们就叫他王机械吧，是个东北人，立刻停下了脚步。你瞅啥呢？说的就是你。我吓一跳，生怕他冲上去打陈瑞，连忙说：王哥，没事，他是我们班同学。然后小声，他脑子有点不正常。我室友很贴心的附和：对的，父母也总不让治，挺可怜的。王机械和李信息同情地看了一眼陈瑞，送我们到了寝室楼下后，还感慨：怎么会有这样的爹妈，亲儿子都脑瘫了，也不让治。陈瑞有没有脑瘫我不知道，石导确实挺脑瘫的。我们的项目一路过关斩将，进了国赛，也就是总决赛。这样一来，即便国赛里没有拿到名次，我们也有省赛的1等奖保底了。不知石导从哪里听来的消息，某天把我喊去办公室，语重心长地说了一长串，主题思想就一个：要求往团队里加人。我问：要加谁啊？他说：陈瑞。我立刻：不可能。石导说：周思思，我知道你对陈瑞有意见。我打断了他：不好意思，我跟他没有私人恩怨。石导噎了一下：没有私人恩怨就更好了。是这样的，我知道你们这个机器人比赛很烧钱，学院是能报销一部分，但大头还要你们自己出。你们都是普通学生，负担多重啊！陈瑞家里有钱，他爸妈也说了，支持儿子参加比赛，花销他们包了。我认认真真的打量石导，他有点不自在，说：你看我做什么？我摸摸下巴，问石导：陈瑞是你的什么亲戚吗？你怎么这么护着他？石导皱眉：你一天天地想什么呢？我们就是师生关系，你不要觉得我偏心，我这也是为你考虑啊。以你的家庭条件，
爸妈省吃俭用供你上大学，还要供你参加比赛，多辛苦啊！你都这么大了，应该学会为父母分忧了。我想了想，不装了，摊牌了。老师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能参加机器人比赛？他看向我的眼神多了几分耐人寻味。听说你找了机械学院和信息学院的2个男生，女孩子长得漂亮，的确是一种资源啊。我把白眼翻到了天上。我能参加机器人比赛，是因为我从初中开始就接触编程，高中就参加了青少年组的机器人大赛，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我爸妈愿意花钱支持我的兴趣爱好。他好像没听懂，说：“那你现在有机会让他们省钱了呀？”陈瑞爸妈说了，陈瑞要是能进你们这个团队，费用他们全包的。我刚才太委婉了吧？对不起，那我要装逼了。我们家有煤矿，我爸是煤老板，别说是我们4个，就算全班人都去参加机器人比赛，我爸妈也能出得起钱，所以不劳您操心我们的费用问题了，谢谢。我故作平静地说完这一长串，石导却没有如我所料地表现出谄媚，他一阵大笑。哎呀，我天，周思思你可太逗了，富二代我见得多了，没见过你这样的。你看看你穿的戴的都是什么？我理解你迫切想证明自己的心情，但你不能瞎说啊。你当老师是傻子啊？我低头看了眼自己的鞋，某捐款捐物的国产品牌，看了眼自己的衣服，某快销品牌80元一件的针织衫，手腕上的江诗丹顿，也只有懂行的人才能看出身价。我不由得叹了口气，装逼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石导误解了我的意思，很慈爱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周思思，你年纪轻轻，可不能爱慕虚荣。你今天说的话，我就当没听见。我说的话呢？你也回去跟你的队友商量一下。老师都是为了你好，他到底是为谁好？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。夜宵摊上，我室友举着串串激情演说，这个姓史的也太不要脸了。前期我们想从学院走经费报销，他一卡再卡，现在看我们出成果了，就想来分一杯羹了。他配吗？他余怒未消，狠狠咬了一口鸡翅。还有这个陈瑞，他多大脸啊，干啥啥不行，抢攻第1名，他怎么不去照照镜子？李信息放下啤酒杯，醉醺醺，利益，都是利益。我看向李信息和王基蟹，我和小蕊都不同意陈瑞加入，但我们是团队，需要参考你们的意见。烧烤摊老板又端上来一份烤茄子，我们谁也没有动筷。这份沉默里，我有些不安。我说，你们俩要是想他加入，我也可以理解，毕竟前期的开销都是 AA 的。不过陈瑞这个人的确身无所长，唯一的优势就是可以费用全包。如果你们是因为这个想他加入的话，那就不用了，因为我也可以费用全包的。王基蟹和李信息对视一眼，前者大笑了起来。你当我们是什么人啊？为了一点小钱放弃队友的人吗？后者不由分说的给我倒啤酒，大着舌头。周思思，你得自罚3杯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们？第2天，在团队另外3个小伙伴的支持下，我给石导发了消息。石导，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，觉得4个人已经足够了，不需要再加人了。不出意料，石导一个电话打了过来，周思思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他又把我叫到了小会议室里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周思思啊，周思思，你让我怎么说你好？我平静地指出事实，这个项目是我们的，团队也是我们的。陈瑞从头到尾没有出过一份力，我们也不需要他家砸钱。
拒绝陈瑞加入，合情合理。石导一改上次温和游说的方式，疾言厉色：什么叫都是你们的？你和方蕊的成长离得开学院的栽培吗？这个项目的申报书上有没有写你们来自某某学院？学院给你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，你们要有感恩之心。我这个人吧，吃软不吃硬，你吼我，我也会吼你。感恩学院的方式就是把陈瑞加进一个肯定获奖的队伍里，即便他什么也没干过。陈瑞难道是学院的亲儿子吗？石导咬牙：周思思，我跟你说过很多遍，我这是为你们好，是想节约你们的开销。我毫不客气地反驳：我也和您说过很多遍了，我们不需要钱，一分都不需要。我真是不想理他了，我还有课，我先走了。我转身朝门口走去，听见石导在身后说：行，你有骨气，不需要钱是吧？你等着，没过几天，本年度的评优评奖工作启动了，国奖名额有限，基本跟大一新生绝缘，大家竞争的焦点都放在了新生鸿鹄奖学金上。这个奖学金的名额很少，大概是每个学院 top 0%的同学才能拿到。评选方式就是绩点加综测，两者各占50%。我从学姐那里要来了去年的评选细则，打算自己先对照着找一遍材料。她说这个细则3年都没有变过了，你就放心参考吧。隔壁寝室的妹子问我有没有评选参考，我就很大方地把这份细则发到了班群里。大家公平竞争嘛，各凭本事。一圈参考下来，我的总分是最高的，我绩点其实排第2、第3的样子。隔壁寝室的山东姑娘和浙江姑娘并列第1，不过我的综测分数特别高，因为我经常参加各种比赛，从文体到科研，样样没落下。隔壁寝室也来问过我大概有多少分，我如实以告，他们就决定把更多精力放在另一个校级奖学金的申报上。材料递交后第3天，奖学金公示就出来了。我的微信被许多新消息填满，大家都在跟我讲同一件事情：新生鸿鹄奖学金的得主是陈瑞。联想到前几天石导的那句不要钱是吧？你等着，我越发怀疑是他从中作梗。我把所有的证明材料都整理好，带着文件夹杀去了院楼。石导，我对评优评奖的结果有疑问。石导坐在电脑前，亮了我好几分钟，才施舍地看了我一眼。此时的他态度和前几天游说我往队伍里加人的截然不同。有疑问？什么疑问啊？我觉得新生鸿鹄奖学金的评定不合理。没等我说完，他就一脸不耐烦地打断了我。你觉得？又是你觉得？你能不把学校当自己家吗？干什么都是你觉得，那你干脆去当校长得了。如果说原本是怀疑他刁难的话，那么现在就是肯定了。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？既然学院出了公示，那就说明愿意接受质疑。他再一次打断了我，语气很厌烦。周思思，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别的同学都没问题，就你天天有问题，你要不要反省一下你自己？我忍着一口气，陈瑞绩点排到了10几名，平时也不参加活动和比赛，我不知道奖学金为什么要颁给他。如果不徇私，那就麻烦给我一个解释。砰！石导重重拍桌，拿手指着我：周思思，我警告你，捏造事实、恶意诽谤的是要挨处分的。我冷笑：我恶意诽谤？如果真的公开透明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敢拿出评选依据，反而还要威胁我？石导推开凳子，凳腿刮擦地面，发出刺耳的声音，而石导的声音
比他更难听。你太嚣张了，是谁允许你这样跟老师说话的？请家长把你爸妈叫到学校来，我要好好跟他们谈谈。请家长，我有片刻的迟疑，跟我爸比起来，我只能算是小儿科。石导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还没想好到底是笑呢，还是大笑呢？石导已经开了口，他显然误解了我的沉默，得意而轻蔑道：“你爸妈来这里得请假吧？算旷工吧？你别想求我，没用。你这样的学生，我早就想请家长了。”我摇摇头，郑重道：“我马上让他们过来，赶在您今天下班之前过来。”石导一脸看笑话的看我，从山西到这里，高铁都要6、7个小时，除非坐飞机。你爸妈坐过飞机吗？我一边往家庭群里发消息，一边回答他：“哦，他俩不在山西，我们家在西湖边也买了别墅，他们这2天刚好过来休假。”石导一脸不可思议：“周思思，妄想症的话就去医院治治。”丁，我爸回消息了，现在是吧？马上来，让他等着。我收起手机，笑着看他，我哪里也不去，就在这里等着挨您的处分。虽然我在微信里狠狠渲染了石导是如何嫌贫爱富的，但我发誓，我真的没有让我爸打扮成这样过来。我爸人到中年，发际线告急，他直接剃了个光头。此刻，这个光头花臂的大哥戴着卡地亚的镶钻墨镜，穿着古驰大 logo 的卫衣，脖子上为什么会有那么粗的金链子？这还是那个教我低调做人、朴素消费的老爸吗？他身边跟着我妈，我妈的表情跟我一样一言难尽。如果心理活动可以发弹幕，我妈应该发了上百条。我跟这个男的不熟，他俩的身后跟着2个西装革履的男人，都提着电脑包，看上去分外专业。我爸路过我，侧头邀功：“怎么样，打扮的还可以吧？杭州家里没几件衣服，没把貂穿身上，我下次补上。”我有气无力的夸奖：“没有，你这一身很潮。”我爸心满意足，越过我径直往前走了。我一路小跑，推开了石导办公室的门，刚一看见我，石导就开始冷嘲热讽：“哟，还知道回来啊？心虚了就跟我道个歉。你爸妈天天下矿干活，养你这么大也不容易。”他抬起头，我爸跟他四目相对，石导舌头打了个结：“您哪位？您找谁？”煤老板平静道：“哦，我是周思思的爸爸。”他又贴心补充：“就是你说的养大他不容易的那个。”石导推开椅子站起来，有点结巴：“你是周思思的爸啊？您好，您好。”我爸潦草的跟他握了个手：“谢谢你替我考虑能不能养大思思。其实吧，我们家有几十个煤矿，别说养他，养整个学校的学生都没问题。”我没忍住笑场了。煤老板实力雄厚是没错，为什么吹牛技术也如此雄厚？几十个煤矿到底是哪里来的？梦里吗？我站在石导身后，他没注意到我的表情，只一个劲的点头。我爸很王者风范的一一介绍：“这位是我爱人周思思的妈妈，这2位是我们集团法务部的。听说周思思要被处分了，我就把他俩喊来参谋一下。”我妈和2位律师含蓄地冲石导点了点头。石导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：“啊，法务部，思思，你家庭条件这么好，怎么瞒着我呢？现在开始喊我思思了。”我无辜道：“我跟您说过的呀，我爸是煤老板。您当时怎么说的来着？哦，让我有病就去治。”我爸不轻不重地嗯了一声。石导的脸色更尴尬了，费力圆场：“哈哈，老师那是跟你开玩笑呢。
你一开始在家长信息表里填上多好，哈哈，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误会了吗？我爸淡淡说，家长信息表是我让填的，毕竟谁都没想到老师会因为这个看不起学生，不是？花壁土老板在沙发上大马金刀地坐下，俨然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主场。不过呢，我们今天来也不是要算账。听思思说，老师你要请家长，还要处分他。石导连连惶恐道：“哎呦，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。”我爸随意的一点头，既然没有这回事，那就聊聊奖学金的事儿吧。我文化程度不高，公示2个字是什么意思？方律师，您能不能给解释一下？西装革履的律师立刻答：公示一般是让公众了解并提出意见的一种告知方式。我爸恍然大悟似的：哦，那就是说，本来就该虚心听取多方意见喽。律师答：从逻辑和情理上讲，的确是这样的。那要是有人堵塞了这个进言通道，属于什么行为呀？属于违反程序，往严重了说，是渎职。石导虽然嫌贫爱富，但他不是个傻子，这一唱一和，他当然能听出弦外之音。他刚要说话，门口走进来一个瘦弱的中年女人，看着有点眼熟。石导喊了一声：“张书记，您怎么来了？”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是我们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。我大一刚来的时候，他生病动手术去了，身体一直也不太好的样子。张书记冲他一点头，声音缓缓：“我听人说，学生家长过来了。”石导说：“对对对。”张书记问：“是有什么事吗？”石导卡了1秒，陪笑：“没什么事，就是家长想孩子了，来学院坐坐。”看来我爸说的对，在大学里，辅导员忌惮的东西远比学生多。譬如此时的石导面对张副书记时，显然更为紧张。石导之前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？我脆生生接话，在张副书记看向我的时候，礼貌的自我介绍：“书记好，我是大一卓越班的周思思，参与了此次新生鸿鹄奖学金的申报。奖学金名单公示后，我想找石导了解情况，他就说要给我处分，还说要请家长。”说着，我把打印出来的情况反馈书递给了他，他接过，推了推眼镜，仔细阅读了起来。评选结果不公正、不合理。周思思，你有什么依据吗？石导连忙说：“污蔑，这绝对是污蔑。奖学金评定都是有程序、有章程可依的，不存在徇私的情况。”书记淡淡说：“那你给学生一个解释，当时这个奖学金是你带着评的，你给他讲讲他为什么落选了。”石导犹豫了一会儿：“评选细则是内部文件，您看。”书记看他一眼，评选细则本身就是为学生服务的，不存在内部不内部的界定。石导连连点头：“是，还是您考虑的周到，我这就去打印。”这个细则一拿到手上，我就惊了，这一份和学姐给我的那份3年都没变过的细则完全不一样，普刊也能成为综测加分的依据了。系数还那么高，一篇普刊能有0、2分吗？写过论文的都知道，普刊属于花钱就能上的论文，它能占0、2分，属实是不合理。要知道，一个校级比赛的1等奖，也不过是0、3分。听见我的质疑，书记也沉默了片刻，看向石导。石导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尴尬道：“这不是考虑到学生们都没有重量级的论文吗？所以当时修改细则的时候，适当的放宽了条件，鼓励学生积极尝试科研。”我又问：“我能看一下陈瑞的申报材料吗？”石导对我的态度可没有对书记那么好。不行，
那个属于同学隐私，不好随便给看的。我有点想笑，当着全年级的面点贫困同学的名，他那时怎么不考虑同学隐私了？您对隐私的定义还挺双标的。一听见我在他直属领导面前说这话，石导急了：思思，你可不能瞎说。我耸了耸肩，学生手册上写了，评优评奖要公正公开，您要是这样藏着掖着的话，公示还有意义吗？书记说，你调取一下留存的材料，给他看一下就是了。石导连忙说，好的好的，我找一下。陈瑞的材料摊开在了办公桌上，少得可怜的奖状，最多的竟然是期刊复印件，数一数有7、8份之多。我由衷赞叹，陈瑞可真是个学术制造机啊！这还没满1年，他能写这么多论文。我爸凑过来问，方律师，您是博士，能不能给我们这些人讲讲这些论文的含金量有多高啊？方律师审慎地回答，经管的核心刊物跟我们法学可能不太一样，但是从这些刊物的主办单位和出版周期看，应该属于那种花钱就能上的期刊。言下之意就是含金量很低，纯属学术垃圾。这一点，离开校园许久了的方律师都看得出来，石导和张副书记自然更明白。我凉凉道，真巧啊，只有陈瑞写了那么多垃圾论文，偏偏今年就修改了评选细则，又碰巧呢。如果不是书记您过来，石导还死活不肯出示评优评奖的过程文件。张副书记沉静地看了石导一眼，没有说话。说来奇怪，她其实是个一眼就能看到病气的女人，但莫名就比大块头的石导看上去更有威严。石导被这一眼看得大汗淋漓，连连说，思思，你这话说的好像是我专门为陈瑞修改了评选细则似的，有其意，有其意。我惊讶反问，难道不是吗？毕竟石导您对陈瑞的偏爱可是有目共睹啊。张副书记似笑非笑，陈瑞就是那个考上我们学院后父母捐了20万的那个学生吧？没记错的话，是小使你谈成的捐款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陈瑞不是石导您的外甥啊，原来没有亲戚关系，只有金钱关系啊。石导又要跳脚，周思思，你别胡说八道。我爸不轻不重地咳嗽了一声，状似无意地撸起了袖子，露出了完整的盘龙纹身。石导的声音立刻小了下去，金钱关系是不存在的，我对学生都一视同仁。我讶异重复，一视同仁。打开手机录音，那些年石导的金句，是时候大白于天下了。周思思，陈瑞跟我说了，你要是愿意退出竞选，今年的奖学金名额可以留给你一个。奖学金评定不是公开透明的吗？难道是石导想给谁就给谁的？所有事情都是人做的，只要是人做的，那就有商量的空间。这笔钱是陈瑞家长捐的，捐赠者当然有话语权。那这么说，谁有钱，谁就是老大了。这个社会的规则就是这样。这个项目是我们的，团队也是我们的。陈瑞从头到尾没有出过一份力，我们也不需要他家砸钱。拒绝陈瑞加入，合情合理。你和方蕊的成长，离得开学院的栽培吗？这个项目的申报书上有没有写你们来自某某学院？学院给你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，你们要有感恩之心。感恩学院的方式就是把陈瑞加进一个肯定获奖的队伍里，即便他什么也没干过。陈瑞难道是学院的亲儿子吗？周思思，我跟你说过很多遍，我这是为你们好，是想节约你们的开销。我也和您说过很多遍了，
我们不需要钱，一分都不需要。行，你有骨气，不需要钱是吧？你等着。录音结束后，办公室里落针可闻。我爸看上去想破口大骂，被我妈摁住了。石导最先反应过来，声音又急又抖：“张书记，您听我说，这录音是断章取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我反问：“不是哪个意思？不是逼我退出竞选，把班长让给陈瑞的意思？不是非要把陈瑞塞进获奖队伍里分一杯羹的意思？不是身为辅导员却给学生树立金钱至上观念的意思？”他瞪着我，一言不发。张书记语气淡淡：“石伟，我生病休养，力不从心的这些日子，原来你就是这样搞学生工作的。”石导张大了嘴，想要争辩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看向张副书记，开了口：“刚入学的时候，我为我能考上 X 大而自豪，但刚来学校，石导就让我意识到，学校只偏爱那些富有的学生。一个出身贫寒的女生想要和富二代竞争班长，是竞争不过的。4个人熬夜做出来的项目，是会被空降部队抢走荣誉的。如果我不顺从辅导员的命令，是会在评优评奖上吃大亏的。”石导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：“思思，这些都是误会，老师对你没有坏心。”我看向这个肥硕的男人，摇了摇头：“到了这时候了，你还以为这只是我们俩的事情吗？这次是我巧合瞎填了家长信息表，又巧合不买大牌衣物，让你错认为我是贫困生。今天我之所以能和你平等对话，也得益于有爸妈为我撑腰。但那些真正的贫困生呢？他们没有强势的父母保护，他们这大学4年要被你这样的老师欺负多少次？要被陈瑞那样的学生践踏多少次？一个学生背后是一个家庭，一个家庭又会继续辐射开去。你今天在他们的心里种下了弱者该受气的种子，明天这种恶意就会反弹到社会。在场的你我他，谁敢担保自己不会成为恶意的受害者？这不只是我们俩的事，这是学院的事，学校的事，整个社会的事。石导，你身为辅导员却毫无品德，实在不配教书育人。我一番慷慨陈词后，余光瞄到我爸举起了手想鼓掌，被我妈一把摁住。我顿时破功，只望向张副书记，等待他的回答。石导也看着他，目光中有几分乞求意味。张副书记沉默半晌，说：“你把手头上的这些录音文件都发到我邮箱，这就是要严肃处理的意思了。”石导连声说：“书记，我只是一时犯错，我没有干违规违纪的事情啊。”方律师贴心答疑：“是否违规违纪吗？自己说了不算，得靠法律说话。张书记，您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欢迎来咨询我，免费。”张副书记看向他，神色淡淡：“谢谢你，不过不需要。我们学校有自己的纪委，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一样不会手软。”方律师点点头，又说：“我刚才闲得无聊，搜了一下贵校的各类公开文件，发现了这么一条：各类评选细则应于实施之日前6个月公布。”首先这一条，石导就违反了呢。石导应该是党员吧？党的纪律处分条例也规定了，党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，依照规定应当给予纪律处理或者处分的，都必须受到追究。他又意犹未尽地指出：“对了，石导这么偏心陈瑞，其中是否有贿赂收买的关系，也可以细究一下。”他笑吟吟地合上手机，暂时就查到这么多。我会跟踪贵校的纪律处分公示，如果我认为处罚力度太轻，也会继续跟进。
我整个人都傻了。真厉害呀，真厉害！3两下就把罪名给列了个清楚。石导几乎要咬牙切齿。我呸！什么名校博士，也不过是走狗。要不是周思思爸爸有钱，你能这么帮他？方律师温和地笑了笑，这跟周总没有关系。非要说原因的话，大概是我曾经也是一个贫困生，曾经也受到过您这样的老师和同学的羞辱。他望向张副书记，如果刚才的话有些强硬，请您原谅。我的青年时期被这些老师深深伤害过，那时候我认定了社会阶级是固化的，勤奋的人没办法改善自己的生活的。不怕您笑话，我有过报复社会的念头。我爸妈还有方律师的另一个同事，显然也是第一次听见这些话，神色都严肃了起来。方律师看见我们的表情，笑了笑。正因如此，今天看见石导，我就好像看见了当年那些老师和同学，看见周思思，也好像看见了我自己。区别在于，从前的我自己只会自我怀疑，但现在的我可以贡献一份法律力量，为从前的自己，也为从今往后的许多寒门学子。他言辞恳切，说到最后顿了顿，如果张副书记愿意的话，可以把我的微信推给贵校的法律援助中心，对这类案件，我可以无偿提供援助。石导看我一眼，这位同学有话要说，这是我今天第一次听他说那么长的一段话。谢谢你，方律师。我们搞行政的呢，总是希望家丑不要外扬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校就会徇私枉法。石伟和陈瑞的事，我们会彻查到底，你们可以放心。说起来，这件事我也有责任，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导致监管不力，是我该谢谢你们。你们的出现让这件事情及时曝光，也让我有亡羊补牢的机会。几番对话已经彻底把石导的前程定下了。那么肥壮的一个男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脸色发白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友好的家校会谈已经差不多了，我爸及时收尾，也到饭点了。张副书记晚上有空吗？大家一起吃个饭。张副书记婉拒，不必了，我一会儿要去医院复诊，不好意思，不能尽地主之谊了。我爸也不介意。大家一阵挥手道别，谁都没多看石导一眼。院楼外夕阳正好，我爸妈手挽手走在前面，夸张的大金链子和惹眼的钻石墨镜，此刻倒显得有点可爱。方律师把目光投向了正下课的学生们，他的目光里藏着几分遗憾，几分释然。1个月后，石导的处分通知放到了我校官网上公示了。通知总是简明扼要，大意是查出了他有收受贿赂的行为，在履职过程中违背理想信念，造成恶劣影响，按照相关规定，现将其开除。至于陈瑞吗？对他的处分都不够上官网的，他已经彻底社死了，院内院外都闻名。新生鸿鹄奖学金也重新评定了，我拿到奖学金后，全部捐给了山区儿童。官网的新闻栏里还有2条不起眼的报道：知名律师方某某成为我校法律援助中心的特聘律师，山西某某集团为我校法律援助中心捐款200万元，设置首个由法院考核并颁发的寒门学子圆梦奖学金。当然了，这些都和我无关。我周思思继续穿着爱国品牌的运动鞋和80元一件的快消针织衫，混迹于门口的夜宵摊，和队友侃大山。我不再戴昂贵的手表，也拒绝了我爸金链子送你了的无良建议。这一场和辅导员的战争
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。这思考说来太长，大致可以用杨绛先生那一句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作来概括。对了，我还报了法学的辅修班，今年9月我就会成为方律师的小师妹。或许我现在能力有限，但我很期待有一天我的能力能强大到足以保护身边的人。这一天请快快到来吧。周思思，想赶紧做对社会有用的新青年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